女人生娃刚生到一半，男人就冲进了产房，按着小孩的头要把她塞回去。男人被女人一脚踹飞，是女孩，别塞回去。就这样，小女孩成了沈氏集团唯一的宝贝闺女，上头还有8个帅的掉渣的哥哥。还没等小女孩回家的那天，她就被偷偷带走了。被带走之后，整座海城灯火通明，找了3天3夜，8位天之骄子的哥哥集体陷入癫狂，他们懊悔没护住捧在手心的明珠。此后7年，更是把国内外挖地3尺找了个遍。直到今天，沈姨碰到成为乞丐的小女孩，做的第一件事却要送她去福利院。此刻，小女孩看着车后排的叔叔，连忙说：“叔叔，别再往前面开了，前面桥洞里全是水，很危险的。”沈姨看了眼车窗外的小女孩，不知为何，总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熟悉和亲切感。小女孩转身，戴在脖子上的玉扳指一不小心掉了出来。沈姨突然震惊地看着那只玉扳指，一把推开车门，长腿跨出豪车。突如其来的动作吓得小女孩连连后退。难道这个高个子叔叔后悔给她1000块钱了？沈姨看到被吓坏的小姑娘，连忙弯下身子，努力摆出自认为很和蔼的笑容。小妹妹，你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莫，我不知道我姓什么。女孩答道。那你带着的这个玉扳指能给我看看吗？小女孩才警觉自己的玉扳指漏了，她连忙捂住，快速塞进防寒服里。男人知道不能心急，语气越发的和缓。小妹妹，别怕，我们不是坏人。小女孩突然想起师傅叮嘱的话，有人要看她的玉扳指，就给她看吧。小女孩勉为其难的小声说道：“叔叔，就给你看一下，你要看快一点哦，这个玉扳指对我很重要，我不能卖给你的。”男人连忙接过玉扳指，用修长的手指抚过上面的花纹，昏暗的灯光下看得不太真切，但也足够令她震撼了。小妹妹，这玉扳指是谁给你的？这是我家人留给我的。叔叔，你已经看了好久了，我要回去了。小女孩一边说着，一边快速拿过玉扳指戴回脖子上，转身跑远了。这个叔叔虽然看着不像坏人，但是他看他有玉扳指，如果老缠着小女孩卖给他怎么办？男人看着路灯下背着一个大编织袋跑远的小身影，都还没问他住哪呢，他胸膛猛地钝痛起来，如一把生锈的刀在心上一遍遍绞割。他紧皱眉头回到车上，老赵赶时间，我们快点。豪车调转车头，快速启动了。司机老赵不停地从后视镜里悄悄观察着后座紧皱眉头的男人，整个车里弥漫着低气压，要冻死人。男人是沈氏集团的总裁沈毅，身承4大家族为首的沈家七公子，从小就有着惊人的商业天赋。整个沈氏集团对这个仅22岁的总裁无比信服和畏惧。老赵觉察到沈总自从刚才下车问了那小女孩几句话以后就不对了，他那焦躁不安的神情是老赵从来没有看到过的。当车驶入市区，遇到红绿灯停了下来，老赵听到手机到账的声音，一看吓了一跳，怎么多了2个0？沈总，你转错了吧？不是1000吗？今天实在对不起，不该走那条路的。老赵越发忐忑起来，虽然那1000块钱算不了什么，谁知沈毅却说不，老赵，你做得很对，所以余下的钱是给你的奖励。老赵适时的闭嘴，他被整懵了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此时沈毅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惊中，那个玉扳指的手感令他很熟悉，当年他还小的时候，在爷爷的书房里看到过爷爷的玉扳指，爷爷说这是他们沈家祖传的宝贝，还拍了他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小北啊，谁让你不是女孩子呢？这玉扳指爷爷不能给你哦。”沈毅想到爷爷的话，突然脑海里有一个大胆的推断，看这小女孩的年龄，会不会是她当年丢失的妹妹呢？接下来，沈毅立即拨通了电话，喂，帮我查一个小女孩，住在江东区城北，她的特征是看着像个小乞丐，年龄大概6至7岁，身上有一只玉扳指，要快，最迟明天中午我要拿到结果。老赵听到后狠狠惊了一把，艾玛，人家小姑娘也没碰瓷，1000块不是你自己要给的吗？怎么还要查人家了？这又是奖励又是查人的，老赵更整不明白了。不过从今天晚上开始，注定好多人要跑断腿睡不成觉了。垃圾场窝棚里，小女孩盘腿坐下，按照师傅教的功法修行了一夜。随着清晨到来，她伸了个懒腰，睁开眼睛，她觉得今早不仅一点都不累，反而无比的轻松舒爽，特别有力气，而且头脑好清晰。小女孩不知道的是，因为师傅把礼物注入了她的识海，即使不在那个小院，修炼的速度也和小院里是一样的。此时小女孩已经步入练气初期，灵气改造了她整个身体，可马上她就发现身上好多黑乎乎的东西，黏黏的好难闻，她得洗个澡。小女孩拿起盆子就跑出窝棚，要去接自来水。她还没走多远，突然就看到好多车开到垃圾场边上停了下来，好几个人从车上下来向她奔来，她愣住了，下意识的想，这些人是不是要送她去福利院？那不行，她的家人还没找到。小女孩扔掉盆子，撒腿就跑。这些人可是彻夜未眠，查了一夜才查到小姑娘在垃圾场的窝棚住，怎么能让她跑掉呢？这如何向沈总交代？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别跑，我们不是坏人，听说你有只玉扳指，我们就只想看看，不要害怕。小女孩看到一位老伯伯气喘吁吁，满眼殷切地看着她，她很无奈，昨天晚上给那个叔叔看过玉扳指，怎么今天又有人来要看？于是她把玉扳指从脖子上摘了下来，递给那位老伯伯。这个老伯伯叫陈大福，是沈本爷爷身边的老人。沈老爷子离世后，沈家就给他在申城养老了。昨夜被人从被窝里挖出来，就是为了请他来看一只玉扳指。他从小女孩手里接过玉扳指，颤抖的手戴上老花镜，又掏出放大镜，仔仔细细地看那古朴的花纹，而且内壁上刻着个西字，确实是沈家祖传的玉扳指。陈大福突然老泪纵横，老爷子当年说这玉扳指只传孙女不传孙儿，后来他老人家终于等来了孙女，没想到连孙女的面都没见一面，孙女就被人家偷走了。老爷子因此郁郁寡欢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。陈大福指着眼前满脸黑乎乎、脏得如小乞丐一样的小姑娘失声道：“你难道是？”话未说完，他胸口忽然绞痛，还没来得及掏出兜里的救心丸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沈氏集团总裁办公室，沈毅一宿没睡好，满脑子都是昨夜那小姑娘，一身破破烂烂、瘦弱的样子，她一定吃了很多苦。她是自己的妹妹吗？沈毅忍不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助理杜鑫进来汇报工作已经15分钟了，看见他们沈总一早就魂不守舍，坐在位置上辗转反侧，根本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。杜鑫心中暗道：我没看错吧？沈总他哭了，他哭了，这还是遇事冷静、宠辱不惊、令人胆寒的叶总吗？突然电话声响起，把杜鑫吓了一大跳，然后他看见沈毅接了电话，突然猛地站起来，带翻了椅子。
然后冲了出去。电话里那声小姐找到了，让沈一立马乱了方寸。坐上车以后，他仍然心跳加速，久久不能平息。他想了想，在兄弟群里甩下一句话：妹妹找到了，手机便关了机。现在妹妹的事比天还大，他不想让其他繁琐的事打扰他接妹妹。城北垃圾场，小女孩以为给这些人看了玉扳指，他们就会走。刚才那个老伯伯看了他的玉扳指都昏倒被抬走了，他们都不担心老伯伯吗？怎么还不走？人群中，小女孩局促不安，双手紧紧捂住胸口的玉扳指。几位叔叔，我可以走了吗？我还有事情要做。她无辜的弱弱问着。小姐，你还不能走，沈总马上就来了。怎么突然叫她小姐了？还有谁是沈总？她感到莫名其妙。突然，跑车轰鸣声传来，一辆豪车闯进了垃圾场。小女孩好奇的看到围着她的几个叔叔都冲了过去，争着去打开车门。远远看到下车的好像是昨天晚上那个叔叔，一双大长腿，身披一件黑色长大衣，里面是一身笔直的黑色西装，让她身姿挺拔，举手投足都透得尊贵，极致完美的五官让人不敢直视。小女孩昨天晚上没有看清楚，没想到这个叔叔那么帅啊，怎么叔叔大步的向她走来了？小女孩好自卑，好想躲藏起来。沈一很快到了她跟前，她目光热烈，又是心疼又是温柔。这是她第二次看到妹妹，昨天晚上没有像今天看的那么真切，今天的妹妹怎么比昨天看着更脏了，像一只眼睛亮晶晶的小脏猫。沈一胸口仿佛又被刀扎了，眼睛酸涩。我是你哥哥。他蹲下身来就要给他一个拥抱，小女孩连连后退。叔叔，你不要过来啊，你不要过来，自己现在那么脏，叔叔看着那么有钱，像神仙一样的人物肯定会嫌弃自己的，因为街上有钱的人都很厌恶自己，明明就是哥哥，怎么偏要叫叔叔？沈一看见妹妹不认自己有些受伤，努力让自己更温和一些，展开发自内心的笑脸。我是你的哥哥，你叫沈小溪，6年前我们的母亲在南方那边的医院生下你，当时情况很特殊，结果你被人偷走了，我们赶过去的时候已经晚了。你的那块玉扳指上面还刻了个西字，是我们的爷爷留给你的，因为你是沈家的孙女，这是沈家祖传的宝贝，只传给孙女。小女孩一下接收到那么多信息，一下懵了，但她看到这个自称哥哥的人，她的眼神跟师傅看自己的眼神是一样的，充满了爱意。小女孩相信了这个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哥哥。过了半天，她才害羞的小声的叫了声哥哥。沈一心里突然被蒙得化成一滩水，所有人可以先撤。沈一怕那些人虎视眈眈的吓着小妹妹，小溪现在跟我回家吧，她现在还不能跟哥哥走，她还没洗澡，还没有吃饭呢。这一句还没有吃饭，让沈一心疼极了。沈一牵了她的手说，走，跟哥哥先去吃饭，我们回家再洗澡。哥哥能带我朋友小豆一起回家吗？我还有好多宝贝也可以拿走吗？小女孩怯怯地问，谁是小豆？能带哥哥去看看吗？小女孩带着沈一来到窝棚，天啦，这就是妹妹一直以来住的地方。沈一心已经疼妈了，原来小豆是一只仓鼠。垃圾场突然来那么多人，那只仓鼠害怕极了，看到小女孩一下跳到她身上，钻进怀里去了。沈一平时最讨厌老鼠的，但是现在他都不敢表示出一分一毫，生怕妹妹一个不高兴，不愿意跟他走了。这仓鼠既然妹妹说是他的朋友，那就一起带回家吧。最后，沈一不光带走仓鼠，连仓窝棚里好些破烂都打包带走。这些破烂把老赵搬得满头大汗，玛莎拉蒂的后备箱关都关不住。车开在江东区城北，这一路上很多人都震惊了。天呐，那是玛莎拉蒂啊，一辆都上千万了。咦，玛莎拉蒂后备箱拉的是什么？怎么是一车破烂啊？后备箱的盖子还拿破布条拴着，盖都盖不住了。车里的小女孩更加手足无措，生怕把哥哥的车做脏了，从她破布包里拿出一沓平时练字的报纸垫在屁股下。这个举动让沈一眼眶又湿润了，他摸着小女孩的脸，从今以后，哥哥再也不会让你吃那么多苦了。哥哥，我不吃苦，我现在就想吃炸鸡，哥哥带我去吃炸鸡好吗？而哥哥接下来的行为让他瞬间泪流满面。刚才妹妹说没吃饭的时候，他心里就盘算好了，带妹妹去吃米其林大餐。他想说炸鸡是垃圾产品，可看到妹妹那期盼的眼神，沈一听到自己回答好，那我们就去吃炸鸡，妹妹想吃就去吧。这个时候还没到中午高峰期，商业步行街的炸鸡店并没多少人。女孩跟着跨进了炸鸡店，她没有吃过炸鸡，甚至是第一次来这么宽敞明亮的炸鸡店。她手足无措，指着一个角落小声说，哥哥，我们到那儿去坐吧。沈一看角落的沙发和桌子太拥挤，让他的大长腿无处安放。小溪，我们坐靠窗的位置吧，这里更亮堂些，主要是靠窗能看到商业步行街的街景。妹妹从来没来过这繁华的市中心吧，先让她习惯一下。女孩也没多想，只要能吃到炸鸡，哪里都可以坐。结果沈一不小心就点了一大桌子，女孩眼睛亮晶晶的，小口小口的吃起来。哥哥怎么不吃？一起吃。哥哥还不饿，都是给小溪点的。真的吗？女孩突然感觉好幸福，这么多都是她的。女孩开始拼命的吃，今早刚步入练气初期的她好像能吞下一头牛。吃着吃着，她悄悄把薯条往防寒福兜里塞。沈一忙说，小溪慢点吃，不用打包带走的。女孩脸一下红了，不好意思起来，我不是想拿走，我是请小豆也吃啊。沈一差点忘了，还有一只小仓鼠，让小豆出来一起来吃吧。小豆好像听懂了沈一的话，立即跳上桌来，他抓起一根薯条，还蘸了一点番茄酱，然后2只爪子捧着那根薯条就往嘴里塞，2个腮帮子鼓鼓的，可爱极了，和妹妹现在吃炸鸡的神态简直一模一样。沈一心里突然特别柔软，忍不住扬起笑容。逛步行街的人透过炸鸡店的玻璃窗，突然看到了这样的画面，哇，这个男人好帅，这气质像个霸总，他笑起来真好看。咦，他居然带了个小乞丐，我的天啊，小乞丐好脏啊，看帅哥的眼神好宠小乞丐的样子了。小女孩此时吃得太急，突然呛住了，慢点慢点。沈一又心痛又难受，轻拍着妹妹的背，还把可乐赶快递给小溪。窗外驻足的人更不淡定了，哇，这什么场景，太炸裂了，好想化身小乞丐，我也要进去吃炸鸡。不一会儿，炸鸡店的窗玻璃外就站了好多人，然后炸鸡店里也涌进来好多人，他们纷纷拿出手机，特别是小女生，对着沈一和小溪拍呀拍。沈一居然也不恼，你们看我妹妹就算现在脏脏的，
吃东西的样子也好可爱。她不知道她现在妹控的滤镜减脂后的厉害。小女孩吃好心满意足的笑了，摸着圆圆的小肚皮，谢谢哥哥。小女孩终于吃到炸鸡和可乐了，她从来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炸鸡，可乐也好甜呐。小西，以后哥哥还要带你去吃更好吃的东西呢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家。一顿炸鸡就让小西感受到哥哥对她的关心和爱护，一下拉近了和哥哥的距离。她忍不住对哥哥说的那个家开始期待起来。车子穿过市区，外面的风景越来越好看。女孩趴在车窗好奇地看着，她从没有看到过那么好看的地方。车子开到半山，停了下来。小西看到了一个比城堡还要漂亮的大房子。现在都冬天了，大房子四周的草地还那么绿，开着好多花，在远处郁郁葱葱森林的衬托下更美，让小西挪不开眼睛。好漂亮啊！哥哥是带小西来这里看风景的吧？我们不是要回家吗？沈一打开车门，笑着拉妹妹下车。这就是我们的家，欢迎小西回家哟！啊，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庄园是她的家。女孩已经懵了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此时，好多人迎了出来，列队站好，七少爷、小小姐，热烈欢迎小姐回家。大家一大早被告知小姐找到了，今天就回来，他们早就等着迎接呢。很有职业素养的他们心里非常好奇，脸上却满是殷勤的笑容。秦叔先安排小西去梳洗，沈一知道小西早就想洗澡了。秦叔是庄园里的管家，已经50多岁了，服务于沈家大半辈子，是看着沈家少爷们长大的。他此刻发自内心的激动和喜悦，小姐找回来了，真是老天保佑。小姐，您请跟我来。小女孩还处于云里雾里的状态，怯怯地望着沈一。沈一回以妹妹一个鼓励的笑容，小西别怕，我们已经回到家了，这是管家。秦叔，你先去洗澡，哥哥还有好多公务要处理，一会儿小西收拾好了，秦叔会带小西过来找哥哥的。小女孩安下心来。沈一回到书房刚要忙，秦叔敲门进来，少爷已经安排人给小西洗澡了，但是小姐的衣服。沈一一拍额头，哎呀，今天是高兴的昏了头，把这一出给忘了。秦叔，你快安排卖场那边，让人赶紧把衣服送来，要这一季才上市的新品，还有小西房间里的用品，都按现在女孩子的标准来，都要最好的，越快越好。秦叔离开后，沈一才想起手机还没开机，一打开全是来电显示，可见电话都要打爆。他选择了重要的电话一一回复，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，处理起公务来。浴室里，在淡淡馨香又温暖的大浴缸里，小女孩慢慢回过神来，她是真的回到家里了。师傅说的没错，这一切都实现了。她激动的眼泪又流了下来，这次是喜极而泣。洗个澡整整花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。平时小女孩爱干净都会去接自来水回来烧水洗澡，主要是早上她刚步入练气初期，体内排出了很多杂质，确实不太好洗，把2个女佣王梅和尹兰累得满头大汗。他们不光给小西洗好澡，给小豆也帮忙洗干净了。这时候女孩的衣服已经送到，两人把小姐的头发吹干，给她换上一套淡黄色的珊瑚绒家居装，红色的兔子毛拖鞋。王梅，哇，好可爱呀！小姐真好看。尹兰，我好像看到了小仙女，简直和刚才的小黑猫完全判若两人。小女孩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也惊呆了，原来她也能这么好看。练气初期的她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，头发没有那么枯黄，身上白白的也有肉了，眼睛更加有神采。此时的她活脱脱的一个漂亮小仙女。沈一终于忙完公务才有空才去看其他的来电记录，全是她的哥哥们打来的电话。沈一不想去一一回电，她打开微信群，跟她预料的一样，早上沈一丢进群里的一句妹妹找到了，犹如投入一枚深水炸弹，把这些平时不怎么发言的潜水老鬼们给炸了出来。其他几个哥哥问，真的吗？消息可靠不？这么多年了，沈家一刻也没放弃寻找小西，但是每次都是失望加失望。还有沈家兄弟们都实在是太忙了，看到这一消息就给沈一打电话，结果沈一后来关机了。4哥沈腾和5哥沈然闹腾的特别凶。沈腾，你小子话不说清楚，什么叫做妹妹找到？沈然，臭小子，你别是骗人的吧？老子忙得很。沈腾，你平时这么稳重的人不可忘你，赶紧解释清楚。沈然认同楼上4哥说的，骗老子，小心回来打断你的狗腿。这时秦叔带小女孩来到书房，哥哥看着打理干净的妹妹，情绪特别高涨。小女孩都喜欢自己漂漂亮亮、香喷喷的。沈一就看到皮肤白白嫩嫩的、眼睛大大的小女孩向他跑来啊，他的妹妹小西原来那么漂亮，短短的不到1天1夜的时间，妹妹的变化好大，昨天还是一个小乞丐，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小公主，千真万确是自己的妹妹。妹妹跟老妈长得真像。沈一把妹妹抱到膝盖上，忍不住打开手机，跟妹妹来了一个几连拍，然后选了一张最佳照片往群里一丢。沈一，哼，你俩别骂的那么难听，我放出这张照片，阁下们又做如何解释呢？我妹妹漂亮吧？不一会儿，群里4哥5哥如他所料再次炸毛了。哇，真的是妹妹啊，跟老妈长得好像，咱沈家的基因真好啊，不愧是咱沈家的女儿。你小子说话注意点，什么是你妹妹？那是我们大家的妹妹好吗？妹妹找到了，太好了，可惜老爸老妈他们还在南边，还不知道这个消息。小女孩看到聊天记录，吃惊地问，爸爸妈妈为什么在南边？原来她还有其他那么多哥哥，还以为就一个呢。沈一忙关了微信群，知道他4哥5哥的尿性，他们很快就会回来和他抢妹妹了，现在只想单独跟妹妹多培养感情。于是他给妹妹耐心地讲他们沈家的事情。书房里两兄妹愉快地聊着天，他们还不知道外面已经炸过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小豆洗好澡后不喜欢老待在浴室里，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。那么大的庄园居然有人气，小豆一下太激动了，他在草坪上花丛里高兴地乱窜。园丁阿凡正在修剪草坪，猛地看到花丛里的小豆，妈呀，怎么会有老鼠？阿凡知道七少爷最讨厌老鼠，花园里居然出现老鼠了，他的饭碗还想不想要了？阿凡扔掉剪刀，操起铲子向小豆拍过去。小豆吓了一跳，正在花园里愉快地玩耍，怎么这个人那么不讲理，一言不发就要来打他呢？小豆吓得立马逃掉了。阿凡就不允许有老鼠，可小豆太灵活了，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抓不住的，他喊来了好多帮手。大家知道原因后，就加入了灭鼠行动，你追我赶。
小豆敌不过对方人多，在他们到处围追堵截下，小豆被逮住，关在一个大玻璃瓶里。阿凡他们开始商量怎么处理小豆。这时，刚才给小西洗澡的尹兰看到那么多人围在一起，比较好奇，然后他发现了玻璃瓶里的小豆。尹兰生气极了，我好不容易把这只可爱仓鼠洗干净，怎么又被你们弄得那么脏？你们胆子不小啊，连小姐的仓鼠都敢装在玻璃瓶这样折磨，你们想死了吧？说完，尹兰连忙打开瓶子，放出小豆。小豆是通人性的，从瓶子里放出来，一下跳到了尹兰的胳膊上，一看就是吓坏了。尹兰怜爱地摸着小豆的头，小可怜，咱们安全了。天了啊，这下完蛋了！众人立马石化，凡是参与抓小豆的人都吓得魂不附体，懊恼不已。今天小姐第一天回来，大家就这样对待小姐的宠物，七少爷会怎么想？不会以为他们不想小姐回来，或者是奴大欺主，死了，饭碗不保了。今天看到七少爷那么爱小姐的，七少爷发起火来，天王老子都不认得，这下死定了，还是赶快自首吧，不然死得更硬。七少爷的雷霆之怒，没有谁能够承受得了的。外面动静太大，沈姨和小女孩来到楼下，阿凡看到小西哭丧着脸，鞠了一个大躬，对不起，小姐，我错了，不该带着大家对你的宠物老鼠这样无礼。阿凡不善言辞，说半天也说不出所以然，最后还是尹兰把小豆递给小西，又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小女孩现在已经隐气入体，她能清晰地感受到大家都没有恶意，而且现在的她还感受到庄园里的灵气好足，虽然没有师傅的小院里的聚灵阵那么强烈，难怪小豆意识忘形了。小西咯咯笑了起来，没关系的，我不怪大家，今天小豆跟我第一天回到家里，大家不认识小豆是很正常的。还有小豆，它不是老鼠，它是我的好朋友，是一只可爱的仓鼠哦。小豆太淘气了，我也要批评它，以后大家都和平相处了。哇，小姐笑起来的样子好好看，多么平易近人呢！其他大家族的小姐高高在上，用鼻孔看人，根本看不起他们这些庸人。但是小姐不同，就像温暖阳光小仙女一样。阿凡和大家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，他们都不能丢掉这份工作，一大家人都需要自己养活。沈家给的工资甚至比外面好多在写字楼上班的人还拿得多。他们看向七少爷，自从今天小姐回来了，少爷的脸色也平缓了，居然还带着微笑。七少爷没有怪他们呢，他们的饭碗保住了。好了，决定了，以后小姐就是他们的天，只对小姐死心塌地，马首是瞻。吃过晚饭后，沈姨又头痛了。小女孩居然说不要住大房间，她看上楼梯下面的小房间了，只想把她窝棚里的东西搬进去。她离不开那些宝贝，只有这样才睡得着。这样像话吗？沈姨愁死，堂堂一个沈家大小姐要住楼梯间，她的那些哥哥知道，不打死她才怪。沈姨只能耐心劝导妹妹，小西啊，都说苦难是成长最好的老师，这些宝贝都是小西以前生活的宝贵见证，难道我们不该把它们好好珍藏起来？我们应该向前看。现在小西是沈家的大小姐了，要慢慢适应新的生活呀。哥哥带你去看新房间，小西看喜不喜欢？看一看再做决定好不好？小女孩只得跟着哥哥上了楼，她的房间就在哥哥房间的对面。推开门，小西一下就被打动了。整个房间都是淡淡的暖色调，窗户很大，窗台上都是漂亮的抱枕，床上看着好暖和的样子，沙发里堆了好多毛绒玩具，柜子上有亮晶晶的公主娃娃。大房间旁边还有一个附属衣帽间，小女孩看到了，比她在街上橱窗里看到的衣服还要漂亮，全是好看的衣裳鞋子，她喜欢极了。这个房间是哥哥让管家精心准备的，能在短短时间里就准备了那么多好东西，哥哥真的对她很好，不能辜负了哥哥的这份心意。哥哥，我好喜欢，太谢谢哥哥为我准备的新房间，听哥哥的。小女孩就住进来了。沈姨松了口气，她知道妹妹还不适应，这有一个过程，只能慢慢的引导，让她渐渐熟悉新身份。小西与哥哥互道了晚安后，哥哥回到对面自己房间，他关了灯，一下扑到软软的床上，打了几个滚，好舒服啊！突然听到滋滋的叫声，原来飘窗窗台上已经给小豆安排好了舒适的小窝，小豆正趴在里面看着他们，这让他回想起在师傅的小院里练功时，小豆也是这样看着他，已经习惯了每天晚上修炼，可不能回了家反而偷懒了。于是小女孩盘腿坐在飘窗的软垫上，继续按照师傅教的功法修炼。今晚窗外的月色特别明亮，银色的月光洒进窗来，照到小女孩身上，小女孩感到庄园里的灵气渐渐源源不断的向她涌来，她连忙静心吐纳，灵气渐渐汇聚成一个发光的点，随着她运行周天而顺势运转着，光点运行到丹田，小女孩感到好多能量汇聚到丹田，丹田里的能量又与光点相辅相成，这样让光点更加明亮了，运行的速度也快了好多。当运行到她眉心位置的时候，光点突然停留在那里不动了，这时光点突然消失，好像钻入了大脑。小西突然有感，脑海中一片清澈，紧接着她眼前一亮，来到一片恍若仙境的小湖畔，湖泊空中一个大大的五彩锦囊向她飞来，渐渐变小，缓缓落到她的手中。小女孩忙抓紧了锦囊，待要看清四周景色时，一股力量把她弹了出来。小女孩猛地睁开眼睛，才发现自己还坐在窗台上，大汗淋漓，全身仿佛脱力了。她发现自己这一下竟然突破了炼气初期，忙靠在抱枕上调节气息。刚才的景象，自小女孩修行以来第一次看到，那是什么地方呢？小西想到刚才看到的锦囊，咦，这不正在自己的手心里紧紧地拽着吗？锦囊是真实的，她突然明白了，这锦囊是师傅给她留下的礼物。刚才看到的小湖泊是她的识海，因为修为还不够，所以识海不大，而且她能在识海里停留片刻已经很不错了。小女孩急切地想打开锦囊，锦囊突然变得如书包那么大，里面赫然装着3本书，上清录、紫炎丹及轩辕诀。她连忙翻开书，上面全是古老的篆文。小女孩跟着师傅1年的时间，其中习得了书法，书中的文字她全都熟悉。上清录是符咒和各种阵法的学习，紫炎丹即是炼丹的大法，轩辕诀全是锻造武器和武器使用功法。师傅他老人家对她何其的厚爱，送她的礼物是何其的珍贵。小女孩对着锦囊含泪跪拜，把对师傅的思念和感恩化为动力。她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刻苦修炼，有所成就，帮助更多的人，这一定是师傅对她的期望。小女孩在起身拿锦囊时，锦囊突然亮光一闪，化作了她手心里的一颗朱砂痣。她抚过那颗朱砂痣，
是心里在默默想着锦囊，那锦囊又出现在面前，这锦囊是否还有其他作用？小女孩想丢个抱枕进去试试，大大的抱枕就不见了。原来这锦囊就是师傅以前说过的乾坤袋，功能等同于储物戒指。小女孩又想了想，能装小豆吗？窗台已经熟睡的小豆一下消失在她的小窝里，小女孩在意念一转，小豆又回到了窝里。既然小豆能进去，那她是不是也能进去？小女孩眼前一黑，发现自己坐在一个灵气满满的小空间里，空间里那3本书发出淡淡的荧光，照着一旁刚丢进来的橙色抱枕，太棒了！她高兴地跳起来，哈哈笑着。此时的沈小溪又是一个小女孩该有的喜形于色的模样。小女孩再次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，窗外月已西移，她忙去洗澡间洗了个澡，才钻进被窝里，无比踏实的沉沉睡去。大清早沈姨已经起得很早了，她是个勤奋的人，家族生意交给她一人打理，就得兢兢业业。她去敲妹妹的门，没有动静，推开门，没想到妹妹比她还起得早呢。沈姨到楼下也没有找到小女孩，就问正在打扫的女佣，小姐让米兰带她去阁楼了，昨天秦叔把小姐带回来的东西都放阁楼了。沈姨又觉得头疼起来，妹妹怎么老对她那些破烂念念不忘呢？这不一起床就去摆弄那些玩意，沈姨现在有点后悔，早知道昨天该心硬点，什么都不准拿回来。她走在阁楼的楼梯上，就听到小女孩和尹兰的笑声。尹兰姐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乌龟壳可是我当时在住的那里附近捡到的，你看可爱吗？小姐，我还没见过这种乌龟壳呢，果然好可爱。但家里花园暖房里有个喷泉池，里面有五彩的鲤鱼，也很可爱哦。真的吗？等小姐吃好早饭，我们就去看哦。听到小女孩那么开心的笑声，沈姨就没有去打扰。她天天忙公司里的事情，像个陀螺一样，也没时间陪妹妹。算了，先让妹妹在家里慢慢熟悉环境吧。家里不是还有秦叔和这些知根知底的佣人吗？小女孩也挺喜欢他们的。沈姨不知道的是，小女孩趁早上这个时间，已经挑选出乌龟壳等一些宝贝，悄悄装进了她储物锦囊里。小女孩天生自来熟，没过2天，她跟佣人们关系就处得很融洽，对家里环境也非常熟悉了。小女孩白天看似在庄园里上上下下，到处玩耍，其实她是到处走到处看，去寻找创造有利于她修炼的条件。小女孩跟哥哥说，越来越喜欢他们的家，这是沈姨非常乐于看到的。年底她也非常忙，更加顾不上沈小溪，就随妹妹开心玩吧。但小女孩并没有沉溺安逸的生活，仍然不忘刻苦修炼。她已经开始研究师傅给她的书了，要修为提升，现在最大的捷径就是先炼丹。现阶段能服的只有增强丹，增强丹是书里最基础的丹药，貌似也最好操作。沈家庄园处于鹿山森林的边缘，小女孩这2天在树林里居然集齐了草药，现在她只需要有个炼丹炉就可以炼丹了。小女孩居然在厨房的仓库里找到了一个旧砂锅，这个砂锅跟卖莲子羹小摊贩的那种很像，她决定用它一试。但是在哪里炼丹合适呢？这需要一个绝对安静的地方。很快这个地方被她找到了，居然是屋顶。屋顶有一个游泳池，听秦叔说这是专门为五少爷建的。他这个五哥哥经常不在家，但是回来呢，每天必须游泳健身，保持身材，所以屋顶泳池边是个好地方，几乎不会有人来，又靠近水边，在这里炼丹非常棒。今天他起得更早，洗了个澡就赶紧到了屋顶，趁着晨曦微弱的光，他从锦囊储物袋里拿出砂锅、草药单方、一大壶水、1捆木柴，这是他第一次炼丹，很有仪式感。用木柴搭了个架子，架起砂锅，然后在砂锅里加上水，按配比丢入药材，砂锅下开始生火。对于生火，他之前在垃圾场窝棚烧水热饭，一系列操作非常熟悉。等药汁烧开，他减少了柴火，用小火慢慢熬。清晨庄园里灵气充足，小女孩引气入丹田，再从手指把体内灵力注入砂锅，突然感觉到她能看到砂锅内的情况了，脑里灵感一现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神识啊！多来几次，她对神识的运用越来越熟练起来。她用神识看到砂锅里的汤药慢慢在收汁，继续注入灵力，随时观察砂锅里的变化。药汁收汁后开始慢慢凝结，小女孩越发小心，注入灵力，把药的残渣和精华分离开来，精华再随着她渐渐强大的意志力凝聚在一起。不得不说，小女孩炼丹也是天赋异禀的，居然用的普普通通的砂锅结了丹。其实她不敢得意忘形，但此时她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砂锅毕竟是普通的砂锅，所谓的德不配位，她怎么能够承受得了充满灵气的丹药呢？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她感觉了她喊了一声要糟，连忙在最后一瞬间用神识迅速转移滚烫的丹药，纳入储物锦囊，然后砂锅不负重荷，发出剧烈的响声，飞入泳池，砂锅沉入泳池底部，终于解体，再次发生了剧烈爆炸，溅起老高的水花。与此同时，沈姨刚刚起床，在书房里看早间新闻，她连听到2声巨响，狠狠地惊了一下，冬天打什么雷？过了一会，秦叔敲门，7少爷，4楼屋顶漏水了。都知道4楼是游乐间，是5少爷回来宴请朋友、打游戏娱乐的地方，如今突然漏水，那肯定是他屋顶游泳池出了问题。沈姨和秦叔快速到屋顶，见这女孩居然该坐在游泳池边，她全身湿透，旁边一个老大的黑坑。沈姨和秦叔惊呆了，大清早的，妹妹怎么会在游泳池边上？沈姨猛地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天啊，刚才打雷，妹妹居然在屋顶，看妹妹这神态，分明是吓到了。沈姨突然无比的愤怒，贼老天你过分了，大清早打雷吓到我妹妹了。小女孩被哥哥一把抱住，才回过神来，看到眼前的大黑坑，心口松了一口大气，幸好砂锅炸出了大坑，柴火那些都碎得看不到了，不然在屋顶生火该作何解释？既然哥哥说打雷，那就打雷吧。后来他才知道，今天这个操作起猛了，把游泳池也给搞漏了，那更不能让哥哥知道他来屋顶干啥了。他捅了娄子，还让老天背锅，心里特别发怵。吃早餐的时候，小女孩一直不敢说话，只是低头使劲的吃，还有刚才用到灵力亏空，她更得一阵猛吃才能填补空缺。小女孩这样让沈姨更加心疼，笃定妹妹真被吓得不轻。今天发生了那么大的事，整个庄园的人都知道这事，也按不下来，肯定要在群里告知一下的。沈姨打开手机，在群里喊话：5哥早上发生了一起事故，说起来你都不一定相信，打雷把你
屋顶泳池炸漏了，水漏到了你的游乐间，不过已经让人抢修了。最后沈毅才弱弱地说，当时妹妹在游泳池边玩，被吓到了。不一会群里2个暴脾气果然炸毛了。沈然，大清早你怎么让妹妹去了屋顶？沈腾，沈毅，你个臭小子，你会不会带孩子？不省心的玩意儿！这2个人强烈的表示了不满，居然把我们的宝贝妹妹吓到了。你给老子等着，回来锤死你！我们要回家安慰妹妹。沈毅感到心塞，5哥居然毫不关心他的宝贝游泳池和游乐间。4哥仗着他是教育界的大佬，站着说话不嫌腰疼。这次发生的事件，沈毅明白，这加速了那2个讨厌的家伙要回来跟他抢妹妹的事实。小女孩时不时暗中观察，她知道因为早上她炼丹哥哥被骂了，于是沈小溪又内疚又同情。吃好饭刚要开溜，今天跟哥哥到公司去，回来那么久了，哥哥还没带你去逛过街呢。她就知道今天哥哥不可能单独留她在家里了，可她刚炼好的丹药还没有看呢，心里好痒痒，只有抽空再说了。既然要出门，那她就回房间换了一身出门的衣服。小女孩跟师傅学了那么多，有艺术底蕴，是懂得打扮自己的。头发挽个蓬松的可爱丸子头，穿了一件红色呢绒的短外套，下面配了条同色系的格子短裙，脚上是黑色圆头皮靴，再背了个黑色卡通图案的小包包。现在练气初期的她，发质如乌黑锦缎，皮肤更加白白嫩嫩，衬得眼如星辰，小嘴如亮晶晶的红樱桃。沈毅看到如小仙女一样的漂亮妹妹，刚才被骂的不爽一扫而空，心情突然愉悦起来。兄妹俩车上一路欢声笑语，到了公司，他牵着妹妹的手从进入公司大门开始，大家恭敬对他打完招呼后，那眼神都有长到了妹妹身上，让他得意极了。结果到了办公室，沈毅怎么也得意不起来了，几个部门经理早在那等着了，好几件紧急又重要的事情要沈毅定办。沈毅只能非常歉意地望着他，实在对不起，哥哥今天不能带你去逛街买东西了。哥哥我不要买东西，哥哥在家里已经给准备了好多呢，我什么都不缺，哥哥先忙啊，我就在公司自己玩。这妹妹太懂事，贴心的让人心疼，今天必须多买点她喜欢的东西，不然哥哥很生气。小女孩不敢说话了。沈毅叫了助理杜鑫进来，当杜鑫听到自己今天的工作就是带他们叶总妹妹出去逛街，心里咯噔一下。他最不喜欢陪小孩玩了，他姐姐的女儿活脱脱一个熊孩子，每次他看到侄女就想打。他知道叶总妹妹被找回来之前是个流浪儿，肯定周身野孩子的性情。当看到小女孩甜甜的对他笑，乖巧的喊杜阿姨，杜鑫瞬间都要被萌化了。他笑着弯下腰，和沈小溪小声说话，叫杜姐姐，我和你哥差不多大，和他同校毕业，还是他学姐呢。没想到沈毅还是听到了，看了一眼杜鑫，拿出一张黑卡递给他，但凡妹妹要什么都满足，他还不快走。小女孩一听有好多钱，是不是有机会买个炼丹炉回去？一下老高兴了，她连忙跟沈毅道了再见，主动去牵才认识的杜姐姐的手，雀跃不已的离开了。沈毅极度的肝疼。出了门，小女孩好兴奋。他们来到一个大卖场儿童专区，杜鑫先带她到小女孩的饰品区，沈小溪两眼冒光，立刻走不动路了。杜姐姐那个是发夹吧？请帮我别上，看好不好看？杜鑫带沈小溪出来特有面子，漂亮又乖巧懂礼貌，杜鑫很乐意为她服务。不一会儿，光发夹发带发箍，不同款不同色的就买了好多。杜姐姐我要这个，那个是什么？就这样，她但凡多看了几眼的东西，杜鑫就喊包起来。这样就买了智能人偶玩具、可爱毛绒公仔、美妙音乐盒、创意拼装小屋，连户外玩具也买了。反正但凡他看上的，杜鑫就在后面黑卡刷不停，这些东西直接让卖场统一打包送到庄园就行了。杜鑫又带他逛商业步行街，买了奶茶和很多小零食。沈小溪眼睛冒出小星星，嘴巴就没停过。他越来越觉得这个杜姐姐人好相处，又有耐心又幽默。杜姐姐，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，以后要找杜姐姐都要通过我哥哥吗？你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。那杜姐姐带我去买手机，我还没有手机呢，我还是小孩子。杜姐姐带你先去买电话手表吧，以后和你哥哥还有我打电话也方便。哦，原来手表也可以打电话，他不再纠结买手机了。他们来到街边一家著名品牌手机旗舰店，一个女店员上下打量了一下两人。杜鑫毕竟是大财团的总裁助理，身上的外套一看就不便宜。沈小溪的衣服也是叶氏集团卖场大品牌的当季新品，女店员当然只认衣装，立刻热情的服务他们。可沈小溪不知道，她是个好奇宝宝，问东问西的。还有她刚回沈家，还没出一次门，难免很多东西不知道。这下时间就有点久了，女店员心里渐渐不耐烦起来，眼神满是鄙夷。这是来看着玩的吧？貌似很有钱，难道是装的这小女孩穿的是一身高仿？就在售货员的笑容快绷不住的时候，杜鑫突然手机响起，一看是沈毅打来的。他点了点那个最贵的电话手表，就出去接电话了。女店员立马笑开了花，早说要这个嘛，浪费老娘时间。从柜台里打开一个新的手表，殷勤的给沈小溪戴上。由于两人隔得近，他察觉女店员身上磁场信息不稳，本来进来时这个女店员就让他感觉到不舒服了。女店员快速开好单，杜鑫也接完电话，手表价格是38000，他习惯性的直接刷卡了卡。女店员眼里贪婪的神色一闪，只恨刚才自己太没耐心，没再多推点产品。杜鑫拉着小女孩就要走，连手表包装盒和手提袋都不想要了。等等，杜姐姐，我们被当成大冤种了，什么意思？杜鑫愣了，随即他看到女店员脸上一阵慌乱，又强制镇定下来。杜鑫能做到现在这个位置，绝不是空有其表，立即发现有问题。他摘下手表递给杜鑫，这个阿姨卖给我的手表比杜姐姐说的那个要便宜12000呢。杜鑫让女店员拿出刚才那个最贵的样品手表一对照，外观确实很不容易分辨，但他翻过手表背面细心一看，标注的型号居然有差异。杜鑫立马黑下脸来，他做事一向谨慎，居然被这女店员摆了一道。女店员忙拿出本该卖给小女孩的手表，立即躬下身来，对不起小姐，实在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，一时开错了货。女店员声情并茂，确实是诚心道歉的样子。杜鑫快要相信了，这时连店长都出来了，对不起小姐，我们的店员由于粗心大意，给你们造成了不好的消费体验，我也代表我们旗舰店诚心向你们道歉。杜鑫看小女孩没说话，知道她不满意，也就没有表态。
那我们给这位小姐打8折，或者拿购买其他手机搞的活动，赠送价值2000的真皮背包一个，你们看选哪一个呢？沈小溪更不高兴了，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你说的这2个我都不选。这时候店里其他顾客都好奇地围过来，连外面路过的行人也好奇走了进来。吃瓜是人的本能，谁会嫌瓜小不甜？店长和女店员躬身都要90度了，女店员甚至脸上都挂了泪珠，楚楚可怜。杜鑫神态尴尬，但小女孩就是不出声表示原谅，她也就继续僵持着。周围的人都看不下去了，这小女孩教养不太好啊，谁没个出错的时候呢？是啊，懂得原谅也是美德。店长一看众人，正义的天平都倾向了他们，心里一阵得意，语气竟变了。你这个小姑娘，你就说说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我们？是要我这个店长和我的店员失去这份宝贵的工作才肯原谅吗？正所谓求锤得锤，小女孩冷笑一声，既然你们都说了要失去工作，那肯定是不能这里上班了，还会被警察叔叔抓去。不过就算这样，我还是不能原谅你们。众人愣了，这孩子太坏太执拗了。他们看到小女孩从卡通包包里拿出一个小乌龟壳，白嫩小手在乌龟壳上点了几下。我是你们这个月坑的第10个人，这个月你们一共让人家多付了20万0860元，还没算之前的。众人抽了口冷气，真的假的？凡事都讲证据，那证据呢？女店员喊出大家的心声。小女孩不想再理这2个垃圾人，她脸上突然泛起笑容，去拉发呆的杜鑫，杜姐姐我饿了，我们去吃东西。大家一愣，果然是小孩子随口瞎编，想一出是一出。店长和女店员明显松了口气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见吃瓜群众都愤怒了，他们就换了副嘴脸，有钱人就可以随便欺负我们这些普通人。小女孩拉着杜鑫快步走到店门口，似笑非笑的回头看了一眼店长和他的店员，然后去拉旁边一个一身正气的叔叔，小声说了一句叔叔，证据就在进门左边的金钱树下面。说完，小女孩拉着杜鑫几步跨出了店门，大家都以为这熊孩子胡闹完就逃走，心里很不满，正要散去，等等大家快看，那一脸正气的男人已经挪开金钱树花盆的底座，里面果然有个塑料包，一打开全是底干存根。从搬花盆开始，他就用手机录像了。店长和女店员刚才被众人挡住，没注意金钱树这边，等突然被爆出证据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满脸灰败，软倒在一旁，等着他们的自然是丢了工作和进警察局。小女孩离开不带走功与名，接下来杜鑫带她去通讯公司门店办理了电话卡，就开车直接去吃午饭了。地点是沈一上午就打电话订好了的，在一个古色古香的中式私房菜馆里。沈小溪饿得厉害，翘首期盼等着上菜。杜鑫终于逮到机会，你是怎么知道刚才手机店那俩人坑顾客的？还知道他们的证据藏在哪？那俩人太过分了，这样说我们，你为什么不自己亲自指出来打他们的脸呢？